大家好，我是图一乐的星辰 UP 主新人。2023年8月，不太平静的非洲传来一则更不平静的消息：法国亲儿子加蓬兵变了。当地民众上街高呼法军滚蛋，政变团伙解散国家机关。眼看法国后院一家家被撅，看出殡不嫌殡大的网友纷纷建议法兰西你支棱起来出兵啊。应该说要求非常合理，但有点难度。倒不是法国没兵，而是缺少战略运输能力。之前王室下场租的是俄罗斯运输机拉火，但最近毛子的机场呢频繁放烟花，能不能凑齐两说。当然了，法国也租过别家的，比如乌克兰呢，但他好像也不太方便啊。什么当戴高乐号，人新政府都租好了，法军还没到呢。更严重的是这是2020年以来法国后院第8次事故，再不出面制止，法兰西怕是再下去要丢尼日尔了。尼日尔丢完丢加蓬，再丢扎德接下来没地方丢了。号称非洲宪兵的法国为何会落到这般田地？一切得从上期还没讲完的行动说起。之前我们聊到2013年尊马攘孔的法国天兵下场，仅1个月光复马里北部，将割据武装赶进撒哈拉吃沙子。但问题解决了吗？并没有，准确的说更严重了。因为自打法国打垮利比亚后，卡大佐囤积多年的武器直接开仓放枪，重金组装的阿拉伯军团割地为王。永无休止的战争反哺难民们落草创业。法国出兵马里打散各路武装后，这群人纷纷开启东征西讨，南进北伐，活脱脱的聚是一坨响，散是满天响。短短几年便将战火烧遍整个萨赫勒。为了永绝后患，2014年法军出动5100名士兵，7架战斗机、20架直升机、500辆装甲车，3大军事基地负责后勤，还拉上乍得、马里、尼日尔、布基纳法索和毛里塔尼亚，组建萨赫勒5国集团，提供5000法协军帮忙打杂，准备离庭扫穴。应该说法国还是下了本的，但遗憾的是，法国根本没多少本。美利坚10多万人，花了几万亿，打了10几年没搞定阿富汗，你法兰西就这想搞定近1亿人口的萨赫勒，岂不是星辰幻想百搭，想屁吃呢？很快摁住葫芦扶起瓢的法军就沉浸式体验了一把阿富汗待遇。在法国的报告里，他们宣称捣毁了上百个窝点，收缴销毁武器弹药40余吨，极大的稳定了当地安全形势。事实上呢，不明武装不断跟法军捉迷藏，法军打到哪里，哪里就一片祥和。但法军一撤，立刻恢复原样，主打一个敌进我退，敌攻我卫，敌巡我睡，敌退我挥。此外这18路诸侯是80路诸侯都明白了要想继续生存呢，要么放下刀剑，要么放下底线。本着法军打我就打老百姓，各路人马四处袭击报复。从2013年累计造成8000平民丧生，当地百姓苦不堪言呐。眼看这是老拜头不说话，那遇上大的了，法国决定寻求外援。我是为了修大家庭，这100万难民要是拖枪带炮过了地中海，咱老欧洲就废了呀！不能光指着法国赴汤蹈火，欧盟各国必须缴纳看家费。得到的回复是支持理解，下次一定。法国外长公开抱怨，各捐款方做出了慷慨承诺，近1年里50%的认捐款项尚未划拨，更不用说支付到位。更离谱的是，2018年位于马里的萨赫勒5国集团总部遭到不明武装攻击，5国集团差点老窝被掏了。面对日益严峻的形势，黑叔叔们开始怀疑这个法国老大哥的到底行不行啊？然后他们发现真行啊！以救世主登场的法军正在向美国盟友看齐，借老乡人头用。问怎样从平民中判断极端分子呢？答：开枪。会跑的肯定是极端分子，不跑的就是训练有素的极端分子。2020年，法军将一开摩托的马里平民误认为极端分子击毙，私下赔钱了事。2021年，马里一村庄举办婚礼，突遭法军反恐袭击，22人当场去世。这事儿闹上了联合国，不过法国坚决不认，甚至还有你小子敢改法国章程，得嘞，拉成极端组织一起打了。2019年，马里准备和平谈判结束冲突，法国当即下场阻止，恶意和解，道德低劣，不知负上天恩。眼看非洲越反越恐，法国的形象一落千丈。一位马里人曾感慨，法国是世界第5大强国，拥有一流装备，但耗费10年却剿灭不了开摩托的强盗。马里著名歌星萨利夫甚至公开表态，声称法国是借反恐为名扰乱马里，趁机掠夺资源。在这种阴谋论的思潮下，消灭法国暴政，非洲属于非洲的理念逐渐在当地生根发芽。当然了，此时的法国呢，虽然经济上家底不支，管理上倒行逆施，反恐上方向迷失，形象上路人皆知。
但非洲安全还得靠他，大家只能捏着鼻子忍，直到第一块多米诺骨牌倒下。内战永动机，非洲三大烂泥，博卡萨的应许之地，20世纪复兴君主制的中非共和国。2003年，中非武装参谋长博奇泽推翻40年来第一位民选总统亲登大位，对此不满的各方势力迅速集结，开启无限制吃鸡大赛。这一打就是10年，直到2012年8月签订协议，中场休息。消停1个月后，正义和平爱国联盟和救国爱国者联盟宣布结成联盟，重新起兵。叛军一路攻城拔寨，短短1个月接连拿下重镇西部卡加班多罗，兵锋直指首都班吉。博奇泽紧急请求义父法国出兵，但相较于热心帮助马里，这次法国态度非常冷淡。法军是用来保护法国公民的，不是捍卫博奇泽政府的。等到叛军兵临首都了，才派来150名伞兵防守机场。2013年3月，叛军兵进总统府，总理图瓦德拉被撤职，总统博奇泽弃国北狩。除了法军保护的机场外，包括首都在内的全部国土被叛军掌握，新政府正式成立。然后非洲大区的匹配机制成功触发呀，另一股势力反砍刀组织冒了出来，反对派造反对派的反了，属于是啊。更奇葩的是，互相 PK 还不过瘾，他们居然连法军一起打，这就有眼不识太上皇了。很快啊，2000法国外籍军团下场，仅3天便夺回了首都班吉的一半。随即呢，法军化身金牌调解员，要求中非各民兵组织解除武装，和平谈判。什么？你不从，就用坦克装甲车友好劝说。经过1年的火力清扫，到2015年，中非勉强稳定，还重新举行大选，原总理图瓦德拉高票进位总统。当然了，此时荣登大位连周天子都不如，因为小小的中非足足有17支武装正在闹分家，光首都就是4国争霸。情况是这样的。更惨的是啊，这边刚刚宣誓就职，那边法军宣布结束干预收工。好家伙，这大半国土还在叛军手上呢，法爹你就不管了？既然如此，星子有云，只要实力强，有奶便是娘，换爹。此时，瓦格纳雇佣军进入了图瓦德拉的视野，不管呢是骡子还是毛子，先拉来跟叛军试试。短短几个月，瓦格纳重拳出击之下，中非民兵武装屁滚尿流，政府军光复大半国土。同时，瓦格纳呢还贴心的提供训练武装部队，担任总统卫队的保姆级服务。最重要的是收费合理，童叟无欺。虽然几个月打下来啊，收费2亿美刀，虽然这钱相当于中非共和国 GDP 的1/10，虽然中非压根没钱啊，但是呢可以拿矿产抵债呀。更何况这些矿本来就在敌占区，需要凭本事兑现。2018年，图瓦德拉授予俄罗斯享有法国的同等权利。看到走上未曾设想道路的中非，周边一圈不满跟着法军四处吃沙子的军头悟了，我们打不过极端组织，还治不了小总统们。2020年，马里兵变解散亲法政府，8个月后，军队推翻军政府，陆军上校戈伊塔上台。众所周知，非洲政变频率比星辰更视频还勤啊，这不奇怪。奇怪的是这次马里军政府没有第一时间来巴黎战术认爹，更奇怪的是，他们效仿中非，以大业出城，根基未稳，社稷不安，神器难定，广招天下英才，共上大计。比如以金矿开采权邀请瓦格纳上门反恐，这下法国人怒了，堂堂5大善人之一的法国当即决定，我唾沫星子我喷死你啊！法国驻马里大使宣称马里军政府非法，然后他就被逐出马里法国也同样驱逐了马里大使。此时轮到法国懵逼了，哎呀，胆儿肥了呀！迅速祭出大招经济制裁，西共体宣布关闭与马里的边界，冻结马里银行转账，切断一切贸易联系，撤出全部外交官员，取消一切形式援助，让马里彻底成为孤岛。这招曾经在科特迪瓦、布基纳法索等国屡试不爽，基本制裁一出跪地求饶。遗憾的是，经过法国多年精耕细作的马里，此时除了卖矿就剩务农，我压根就没钱，大不了种地呀。法国这拳打在了棉花上了不仅如此，马里索性撕破脸，终止与法国的防务协议，要求法军立即撤出，毫不拖延。考虑到法国呢不太听劝，马里又把法国的侵略行为告到了联合国，罪名是支持极端组织，要求安理会出面制止。面对汹涌而来的舆论，马克龙怂了，宣布将法军撤往布基纳法索和尼日尔。为了挽尊，法新社宣称这是自行离开。
眼看面对骑脸输出法国，天兵都不敢下场，其他非洲同行纷纷有样学样。大丈夫生于天地之间，岂能郁郁久居人下？兄弟们，摆脱法国的时候到了呀！很快啊！西非政变人传人，程序基本是一键3连啊！以反恐不力让总统下班，邀请瓦格纳过来看场子，顺滑的要求法军离开。2021年几内亚政变，军政府宣布法军反恐无效，且对平民造成伤害。2022年布基纳法索政变，军政府驱逐法国大使，并要求法军限期1个月撤出。对此啊，法国的反应像极了苦苦等待渣男回头的女神。马克龙表示，布基纳法索是法国的好朋友，法国会等待最高领导人的澄清。然后他就如愿收到了正式逐客令啊！无奈之下呢，法军撤往西非的最后据点尼日尔，没想到压死法国的最后一根白旗就出在这儿了。2023年7月，尼日尔也政变了啊！叔可忍，那婶不能忍。这次法国人真怒了，马克龙放话，如有必要，法国可以帮忙捍卫尼日尔人民的利益。尼日尔人民对此热情回应，高举牌子走上街头，上面写着打倒法国，歌颂普京啊！政变3天后，法国小弟西共体召开紧急会议，以最严苛的经济手段制裁尼日尔，同时发出最后通牒：1周之内恢复巴祖姆政权，否则武装干涉。对此，法国双手力挺，坚决支持西共体出兵。按照正常剧本啊，接下来就该尼日尔痛哭流涕，跪求法国负上开恩，亦或是王室下场，匡扶正义。尴尬的是，眼看最后通牒都过期1个月了，王室仍旧岿然不动。反倒是尼日尔驱逐法国大使，停止供应法国油原料和黄金。对此，法国展示了大国的定力，驻尼大使坚决不撤，即使大使馆被断水断电。弹幕里的吴彦祖可能要问法国了：我他又弄啥了？答曰：静坐。法国可能确实动过杀心，但尴尬的是呢，当朱小弟宣布要武装干涉后，布基纳法索、马里同时宣布军事干预尼日尔，等同于对两国宣战。此外，西共体武力担当的尼日利亚军事干预计划被本国参议院否决，而老巴黎正白旗就剩个独苗乍得，总统代比还在2021年被叛军来了一炮，对此事宣布中立。更尴尬的是，另一个大佬跟法国有深仇大恨的阿尔及利亚下场了。8月21日，阿尔及利亚国家广播电台声称，法国请求战机飞越阿国领空，但被总统拒绝。很快，法国参谋部辟谣，从未提过类似要求。怎么说呢？国家媒体不太可能造自家总统谣，法国出兵也不是一定要经过阿尔及利亚，这应该是试探阿尔及利亚的态度。然后法国试出来了，阿尔及利亚总统声明，对尼日尔的任何军事干预等同于威胁阿尔及利亚。看过阿尔及利亚那期的应该知道，这个非洲军事二哥的实力，这要来个闪击巴黎可就不妙了啊！此时意识到在跟西非团战的法国只撂下一句，将对破坏法国在尼日尔存在的任何行为做出回应。后来西非流传的一首诗是这么说的啊：怒发冲冠，凭栏处，江河日下。抬望眼，西非诸侯都不听话，2000驻军沉于土，100年之民而何罢？如今却提矿上门问瓦格纳。可能有人要说了，美国盟友啊，救救啊！是个好主意啊！毕竟尼日尔国防军不到5000人，驻尼美军、法军各1000余人，2000对5000，有时在挪。遗憾的是，美国很忙着干啥呢？答曰挖墙脚。深得搅屎传统的阿美一面谴责抗议尼日尔，一面私下与军政府对话。当然了，作为世界5大掌舵人之一，法国也不是白莲花。紧接着有消息称，尼日尔驱逐了法、美、德等5国大使。美国立即澄清，不信谣，不传谣，我们没有收到逐客令。仔细一查，您猜怎么着？消息来源法新社，这可就尴尬了呀。其实法国无非是想浑水摸鱼的拖欧美下水，毕竟打卡达佐也这样，但这次他失算了，气得差点原地投胎。法国外交官只能无能狂怒，美国在尼日尔上背叛我们，有这种盟友还要什么敌人？毕竟在坑法国这块，从生吞阿尔斯通到抢土澳潜艇单，再到通胀缩减法案，每次都是巴黎先雷霆大怒，后脸面丢尽。也对，大哥什么时候需要考虑小弟的感受了？况且在美国看来呢，非洲的钻石黄金是由你法国抢的，骗我美国抢不得。
东王提出繁荣非洲倡议，税王力推跨大西洋联盟，扩大对非投资贸易，举办美国非洲领导人峰会。甚至早在2021年，美国非洲司令部就撇开法国，单独与10多个非洲国家举行了非洲雄狮2022军演。更重要的则是法国示威。2010年后，法国对非洲直接投资下降18%，在非洲国家认为对自己最有利的合作伙伴名单中，法国仅排第9。2019年，尽管法国不断提醒想好了再行动，西非8国坚持宣布货币国有化。2027以新货币埃科代替西非法郎，法国央行退还西非国家上缴的全部外汇储备，至此法非特殊关系的经济支柱彻底崩塌。与此同时，某东方大国成为非洲近30个国家的第一大商品供应国，建成了达喀尔国家大剧院、喀麦隆克里比深水港、肯尼亚内罗毕机场高速。2022年，马克龙宣布减少非洲的军事存在，紧接着瓦格纳美国私人军事集团开始在非洲大肆揽活。如今的法国在胡萝卜和大棒之间，既挥不动大棒，自家红红火火也给不起胡萝卜了。看起来呀，靠祖上阴币抢来的好日子马上要到头了。此处我有一联，上联当年生机勃勃，100年殖民横扫无数小国。下联如今千夫所指，一怒之下只能驱逐大使。2023年8月，法国亲儿子加蓬又政变了啊！同样的配方，同样的味道，在很多人眼里，非洲是贫穷、落后、懒惰的代名词。但他们不知道的是，布基纳法索年产50余吨黄金，但人口2000余万的它，人均 GDP 不到1000美元。马里他命石油储量超过20亿桶，但马里平均寿命仅45岁。乍得以探明石油储量16亿桶，但它能享受电力的人不到2%。尼日利亚是世界第6大石油出口国，刚果金拥有世界15%的铜，几内亚探明铝矿储量世界第1，但他们都有一个响亮的名号：世界最不发达国家。同样的，还有欧盟的第1大油供应源，世界第5大产油国尼日尔。来自尼日尔的油矿点亮了巴黎的夜空。法国全部电力的76%靠核能提供。法国是欧洲最大的电力净出口国。讽刺的是，50%的尼日尔人极度缺电。2010年，法国阿海法集团在尼日尔提取油超过11万吨，出口额达35亿欧元。但尼日尔呢，仅获4.5亿欧元，一半还得打到巴黎账户。几乎零防护的尼日尔人用生命采矿换来的却是远低于国际市场的油价。更有甚至者，放射性矿渣露天弃置，开采废料任意倾倒，法国带走了财富，留给尼日尔无尽的污染。同样的故事在贝宁，在加蓬，在多哥，在整个非洲，在欧美民主自由的照耀下，坐拥巨额资源，非洲人民卑微如尘土一般。从大航海时代开始，殖民帝国在非洲你方唱罢我登场，永无休止的战争，四处肆虐的恶疾，无法果腹的贫穷始终笼罩着非洲。2011年，在中国的帮助下，乍得首都建成年产100万吨的炼油厂，总统戴比亲自出席投产仪式，激动地说道：“用上自己国家的油，我们非常自豪。”时至今日，43%的非洲人生活在每天1.25美元的最低贫困线下，1半以上的非洲人没有最基本的干净的水电。联合国公布的全球46个最不发达国家中，34个位于非洲，吃饱穿暖在非洲都是奢望。从前的非洲不知道自己要什么，帝国主义也不管他们要什么。2023年7月的俄非峰会上，布基纳法索的年轻领袖特拉奥雷面对数十位非洲领袖发出灵魂拷问：我们这代人不明白，拥有如此丰富的资源、慷慨自然的非洲怎么会成为世界最贫穷的大陆？为什么非洲领导人要周游世界乞讨呢？他一身戎装，戴着红色贝雷帽，一如当年的桑卡拉那样。当他问出这句话时，或许非洲人正在知道答案。